普京访美尴尬时刻，专机加油只能现金支付。乌克兰红军村大捷，俄防空阵地被夷平，军营遭毁灭性打击。苏梅防线崩溃，俄军被迫撤退河谷，大量重装备遗弃。乌军连环打击俄罗斯能源系统，克里米亚燃油告急。德国3550亿打造欧洲最强军队，波兰疑遭俄袭，北约高度戒备。全球联盟护乌启动，克里姆林宫岌岌可危。近日，有媒体披露，普京代表团在美国为专机加油时，不得不全程以现金支付。美国方面透露，仅一次俄罗斯号专机加油费用约为8.5万美元。俄罗斯官员拖着装满现金的行李箱，在阿拉斯加加油站完成支付。这一局面源于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及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严厉经济制裁。受制裁影响，俄罗斯的银行系统受限，信用卡失效，跨境转账几乎全面中断。制裁不仅旨在削弱俄罗斯经济能力，也让普京在海外出行时彷彿回到了现金时代。即便掌握权力，拥有专机，连加油也必须依靠现金，手里钱多少直接决定行动能否顺利。普京代表团的尴尬也为此次美国之行增添了几分喜剧感。与此同时，欧盟方面也在加大对俄压力。欧盟委员会表示，将在下个月启动新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重点打击其战争经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负责人卡拉斯指出，这一议题将成为下周欧盟外交与国防部长会议的重点讨论内容。自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累计实施18轮制裁，显示出对俄罗斯的持续施压态势。乌克兰军队在波克罗夫斯克红军村周边的反攻仍在加速推进。据最新消息，乌军在多个方向成功分割并包围俄军，局势逐渐向乌克兰倾斜。诺尔报告指出，乌克兰部队在波克罗夫斯克周边的库切里夫亚尔及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持续清理俄军据点。据悉，在库切里夫亚尔，乌军重新夺回控制权，并收复了周边定居点。在多布罗皮利亚，第12旅和第92旅两支精锐部队将俄军一支部队围困于森林之中。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乌军已调集多支精锐部队稳固局势。乌克兰总参谋部稍早发布报告称，已收复红军村方向约150平方公里失地。在卢甘斯克方向，乌克兰安全局无人机于8月19日在比洛霍拉金镇摧毁2座俄军关键弹药库，这2处设施是向波克罗夫斯克战场供应弹药的重要节点。初步统计显示，袭击导致至少7次剧烈爆炸。NASA 全球火灾实时监控卫星也捕捉到了爆炸画面。在托列斯克战场，第12亚速旅成功击退俄军机械化进攻后，乘胜夺回卡捷琳尼夫卡村部分街道，并继续向托列斯克推进。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声称，趁乌军主力调往波克罗夫斯克，俄军攻入君士坦丁诺夫卡城区。部分社交媒体也发布了俄军推进到南郊的消息，但尚未得到确认。与此同时，库皮扬斯克东部战线出现惊险一幕，乌军一辆坦克在面对俄军5个火力点的情况下突围成功，并近距离摧毁敌方仓库，引发猛烈火光，仓库内可能存放的弹药被点燃。在乌克兰南部战场，战事依旧持续激烈，空地联合作战频繁上演。8月20日，乌克兰空军对扎波罗热米尔内地区的俄军防空阵地发动打击，成功摧毁目标。据 RBC 新闻报道，乌军此次行动由米格29战机执行，并与地面无人机系统协同作战。无人机提前侦察并锁定目标后，将信息传递给空军，米格29迅速投放制导炸弹，将俄军防空阵地夷为平地，现场大楼伴随蘑菇云和连续爆炸声倒塌，防空系统几乎未能发挥作用。这是不到24小时内乌军对扎波罗热的第2轮攻势。前一天清晨，无人机已摧毁托克马克附近俄军燃料列车，引发大火，进一步打击俄方能源补给。同时，乌克兰无人机再次突袭赫尔松俄军军营，造成严重损毁。据观察，这是近期赫尔松军营第3次被乌军破坏。此前，乌军曾使用海马斯火箭弹发动攻击。
乌克兰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也在赫尔松左岸俄军控制区内持续实施破坏行动。尽管俄军在南部的轰炸行动仍在进行，各地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但乌克兰安全局数据显示，自驻网行动以来，俄军战略航空兵发射的导弹数量已减少约一半。乌军此前摧毁数十架俄军战机，使俄方轰炸机不得不转移至更后方区域，以规避再次损失。目前，俄方空袭主要依赖无人机进行。在弹药补给方面，乌军对俄军军火库的打击也造成严重影响。例如，弗拉基米尔州第51兵工厂军火库曾储存 S-300防空导弹、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及大量火炮弹药，其爆炸导致前线火力骤降约 30%。乌军还针对交通枢纽、道路和桥梁发起攻击，增加俄军人员和物资运输难度。在赫尔松地区，乌军频繁打击河上大桥及临时浮桥，迫使俄军运输车队绕行，增加运输时间和风险。近日，俄乌冲突局势再起重大变化，苏梅防线的崩溃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经过一系列激烈战斗，俄军陷入被动，被乌军压缩至河谷地带。撤退过程中遗弃大量坦克、装甲车和火炮的画面在网络上疯传，引发国际社会对战局走向的新一轮关注。从战场态势来看，乌军近期攻势取得显著成效。在对苏梅防线的进攻中，乌军采取多兵种协同作战，步兵、装甲与炮兵紧密配合，逐步击穿俄军防线。尤其在关键阵地争夺中，乌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猛烈冲击，使俄军防线出现裂口，最终难以抵挡。随着防线崩溃，俄军被迫撤退至河谷地带。复杂地形与狭窄道路限制了大规模部队机动，撤退过程异常艰难。为争取撤退时间，俄军不得不遗弃大量重型装备。网络疯传的画面显示，河谷中散落着被弃坦克、装甲车和火炮，反映出俄军撤退的狼狈，也严重削弱了其后续战斗能力。大量坦克的遗弃使俄军装甲突击力量大幅下降，后续战场主动权进一步受限。战略层面上，苏梅防线的失守对俄军影响深远。该地区地理位置重要，是俄乌冲突中的关键战略要地。防线崩溃意味着俄军失去了重要防御屏障，乌军可沿此长驱直入，压缩俄方战略空间。同时，士气受挫也是一大问题。俄军士兵看到大量装备被弃，战斗积极性可能下降。对乌军而言，突破苏梅防线是重大胜利，极大鼓舞士气，并增强其战略优势。国际社会对苏梅防线崩溃高度关注，西方国家纷纷表态支持乌克兰，加大军事援助力度。美国、英国等国表示将提供更多先进武器，包括防空系统和反坦克导弹，进一步增强乌军战力。而俄罗斯则面临巨大压力，必须重新评估战场局势，调整战略部署。俄国防部表示将采取措施稳定战线，加强关键地区防御，但具体行动尚未公开。近日，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战略打击取得显著成效。据 ISW 战争研究所报告，俄方正面临汽油危机，即便在克里米亚，最大的连锁加油站也难以供应充足燃油。克里米亚布给线陷入前所未有的压力，乌军对托克马克的突袭更让俄军后勤体系陷入混乱。克里米亚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不仅是黑海的关键据点，也是俄军在乌克兰南部作战的主要后勤枢纽。通过克里米亚，俄军可向前线输送物资、弹药和人员。然而，近期乌军针对该补给线的持续打击，使俄军后勤压力骤增。与此同时，位于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的托克马克 Tokmak 处于顿巴斯与扎波罗热之间的战略通道上，靠近南部前线，是俄军连接克里米亚与顿巴斯地区补给线的重要节点。乌军近期多次对该地发动突袭，重创俄军后勤与能源设施。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乌军此次无人机攻击导致托克马克至少出现2处起火点，一位俄军石油库或炼油厂，火势迅速蔓延，目击者共听到4次爆炸声。俄方虽声称被击中的是购物中心，
但尚未提供详细证据。如果确认为能源设施，这将是半月以来乌军首次成功重击俄能源系统，也暗示未来类似行动可能持续展开。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俄罗斯炼油产能已下降13%，多家大型炼油厂被迫关闭或暂停生产。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连续打击已造成约740亿美元损失，占俄罗斯 GDP 超过4%，对俄军战争能力和经济运行产生严重影响。与此同时，随着战略能源设施遭到空袭，乌克兰方面明确表示，下一步可能在无人机之外发起远程导弹饱和攻击。此前，乌克兰宣布射程达3000公里的火烈鸟导弹已量产，为未来的战术和战略打击提供更大威慑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8月18日凌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坦波夫州的尼古尔斯基泵站，导致德鲁日巴输油管道无限期中断。这一中断事件使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暂时无法获得来自俄罗斯的石油供应。此前，乌军无人机多次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克里米亚地区甚至出现92号和95号汽油短缺现象。匈牙利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外长西亚尔多称，此次行动对匈牙利能源安全不可接受，并向乌克兰提出抗议，同时暗示可能以中断对乌克兰的电力供应作为报复手段。斯洛伐克暂未表态。对此，乌克兰外长西比哈回应称，袭击发生在俄罗斯境内，应将责任归咎于俄罗斯，并指出现有国际运输协定无法追责。欧盟方面明确支持乌克兰，同时强调保持与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沟通渠道畅通，但尚未评估事件对欧盟能源安全的具体影响。分析人士认为，匈牙利实际中断乌克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较低。彭博社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欧洲领导人会晤后，曾致电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呼吁其放弃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立场，并表示愿意提供场地为俄乌领导人会晤服务。在俄乌和谈前景仍不明朗之际，欧洲国家的军事部署持续推进，其中德国动作尤为引人注目。据图片报报道，柏林计划斥资约3550亿欧元打造欧洲最强大的常规部队，目标到2041年使德军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在预算安排上，德国计划投入700亿欧元补充武器弹药，520亿欧元用于生产坦克与装甲车，360亿欧元购置潜艇。空军开支超过340亿欧元，包括添置 F-35战斗机并借鉴乌克兰无人机作战经验，同时安排40亿欧元投入防空系统建设。自总理梅尔茨上任以来，这已是德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军费预算。德国的这一军事升级与俄乌战争直接相关，柏林同时也是乌克兰最大的援助国。依托原有军工体系，德国的重新武装进程相对顺利，而一旦全面启动，势必在欧洲引发连锁反应。然而，德国的军备建设近期也遭遇意外。卡塞尔市发生纵火事件，德军所属4辆军车被烧毁。德国安全部门已立刻展开针对性调查。今年6月，德国军工巨头莱茵金属公司在埃尔福特的 MAN 卡车也遭纵火。值得注意的是，莱茵金属在乌克兰境内设有工厂，为前线乌军提供装备。另外，当地时间8月20日，波兰东部奥西尼地区传出多起爆炸声，冲击了多栋住宅楼，造成门窗严重受损。一些消息称，袭击可能由俄军火箭弹或无人机发动，但波兰军方初步否认空袭发生，称发现的不明物体可能是老旧发动机部件。现场发现烧焦的金属和塑料碎片，目前尚未传出人员伤亡数据。事件发生地点距华沙约110公里，卢布林约50公里，均为波兰重要城市。这一情况引发北约高度关注。波兰作为北约成员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一直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同时与莫斯科关系紧张。今年，波兰指控俄罗斯情报部门策划华沙购物中心纵火案，并抓捕32名俄间谍，关闭了俄罗斯驻克拉科夫总领事馆。此外，波兰在加里宁格勒周边构筑了超过800公里的防御工事，以应对潜在威胁。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多架俄军无人机曾进入北约成员国领空，最典型案例为罗马尼亚。
这类事件被视为俄方试探北约防御态势的举动。本次奥西尼事件仍需进一步调查，以确认爆炸原因及背后责任方。北约方面预计将密切跟踪局势发展，并根据情况采取必要应对措施。随着美国可能调整驻欧军力，欧洲整体军事自主性愈发重要。英、法、德3国曾就核武器共享问题进行讨论，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为欧洲提供核保护伞。此外，北约将于周3召开乌克兰问题专项会议，美国将军丹凯恩通过远程视频参会，各成员国参谋长将讨论俄乌局势及后续对策。外界普遍分析，战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将成为会议重点。在这一关键时刻，北约尤其是欧洲对基辅的支持显得至关重要，而德国军备升级与突发纵火事件则进一步凸显了欧洲军事局势的紧张与复杂性。志愿联盟日前结束线上峰会，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已有30多个国家同意在未来几天内为乌克兰制定安全保障。相关规划团队将很快与美国方面会面，预计美欧高级军方的磋商最快将在明日展开。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会后宣布，欧洲希望与美国加强合作。他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我们将与泽连斯基总统和美国一道，为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准备下一步行动。”安全保障已成为欧美协调的重点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明确表态，支持欧洲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例如建立战后维和部队，但他排除了乌克兰加入北约或美军直接参与的可能性。科斯塔则指出，乌克兰未来的安全根基仍是其自身武装力量。欧盟的重点工作是帮助乌军扩大战斗能力，并推动乌克兰在战后融入欧洲稳定与繁荣的框架。他强调，乌克兰加入北约几乎没有可能，但加入欧盟的进程正在推进。另外，瑞典首相沃尔夫·克里斯特松宣布，瑞典将作为国际联盟成员参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行动，为基辅提供空中监视和海上资源，前提是行动安全可控。同时，日本首相石破茂也公开表示，东京愿意在乌克兰安全保障上发挥作用，并与盟国协作。尽管日本非北约成员，但长期与北约保持紧密合作。这一举措显示出西方国家对乌克兰保护意愿高涨，也反映了日本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意图。值得关注的是，8月18日，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举行峰会，乌方称会晤非常成功，并评价这是迄今双方最好的对话。泽连斯基指出，关于领土交换的敏感问题，只能在乌、美、俄3方领导人参与的会议上讨论。双方还就战场局势、防空体系资金以及武器援助展开磋商。随同泽连斯基访美地，还有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及北约秘书长吕特，他们均出席了白宫的谈判。特朗普会后透露，美欧伙伴将与美国一道协调对乌安全保障。会后，特朗普与俄总统通话，宣布将推动泽连斯基与普京在未来2周内直接会晤，随后再举行美、俄、乌3方峰会。德国总理默茨也证实，美方在休会期间已促成这一临时共识，但会晤地点尚未确定，并指出仍需进一步说服俄方出席。默茨强调，美国对欧洲展现出的团结印象深刻，而接下来的谈判将进入具体的安全保障细节阶段，这不仅是美国与乌克兰的合作，整个欧洲都必须参与其中。在华盛顿的峰会上，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计划购买总额高达1000亿美元的美国武器，并希望借助欧洲资金在美方采购。换句话说，乌克兰有决心，欧洲有资金，美国有武器，3方合力正是基辅与侵略者抗衡的底气所在。另外，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乌克兰的和平努力未必能够成功。他称自己相信普京想结束战争，我认为他已经厌倦了。但同时，特朗普也对普京是否真心寻求协议表示怀疑，并强调将在未来数周内判断普京的真实意图。据报道，特朗普日前已致电普京，提议其与泽连斯基会面。俄方回应谨慎，直言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外界普遍认为，和平谈判的前景依旧渺茫。
专家分析指出，普京不愿战争结束，因为只要战事持续，其执政地位就更稳固，一旦停火，他的权力基础反而可能动摇。另外，欧洲急于和平，但在安全保障和武器储备上长期依赖美国，既有资金却缺乏硬实力。乌克兰同样渴望和平，却拒绝接受割让领土的虚假和平。在各方利益不可调和的背景下，战局依旧悲观。乌克兰承受着沉重的战争压力，但俄罗斯的处境更加艰难。其财政收支早已捉襟见肘，若非无路可走，普京不会被迫走向谈判桌。表面上是对特朗普的敷衍，实则是唯一的选择。乌克兰和欧洲社会已形成共识，放弃本国防线等于自毁前程。无论外部如何施压，他们都不可能走上这条道路。今天的克里姆林宫已显露颓势，看似强攻，实则只是用生命堆砌的虚假强大。胜利的天平正在悄然偏向乌克兰。古训有言：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可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必亡。这正是乌克兰用鲜血和牺牲所证明的现实。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